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昨天晚间继续反弹幅度达到惊人的1.7%。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阳线，在这个阳线背后呢，刚好符合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逻辑。在周线级别下跌西游，我们看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出现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组合、唐僧阴线之后，开启了符合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反弹。那么这轮反弹呢，我们最开始看的是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4小时级别反弹过程当中的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昨天晚间刚刚出现的唐僧阳线，非常接近于我们给出的34000点。在日线级别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到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也就是说 MA169日均线所在的34000点附近。到达这里之后，我们认为34000点就是处在一个压力位上，但上方还略微有一定的空间，最终呢，道指可能会发生与下跌对称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所以呢，今天是周五，上方还有一定的空间，可能会顶到34000点附近，完成它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再度选择方向。那比特币和黄金，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出现了与美股同步的现象。特别是比特币在最近的交易日内看到了36000点附近到达这个位置上之后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在前天11月1日出现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那这个悟空阳线呢，是有别于之前上涨过程当中它的上涨西游的一组新的悟空阳线。但是呢，随着2个交易日的调整，这根悟空阳线宣告失败，被空头打压了下来。但是呢，我们看到在4小时级别的这个结构当中，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仍然处在一个近交点附近的一个变盘区域。那在这个变盘区域当中，如果回踩33000点附近能够得以支撑的话，那比特币最终有可能继续同步美股的上涨行情继续同步道琼斯工业指数的上涨行情，从而展开它的新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那么新的日线级别上涨的悟空阳线还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判断当前比特币会完成它的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最终呢回踩到33000点附近。那么我们将会看到的结构就是当前行情当中的收敛三角形做一次缠绕结构之后，在33000点附近企稳反弹上来，从而呢发动新的上涨趋势。那在周线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们认为早在6月19日这周的阳线这根阳线是悟空阳线，后面的 K 线呢，包括10月份的震荡和反弹都包括在6月19日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因此呢，它是一组妖怪 K 线，也叫干扰性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趋势的判断。但行情走到上周，我们已经看到了顶上来顶到35000美金附近的八戒阳线已经出现。那么八戒阳线出现之后，上方对于周线级别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比特币有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最终呢目标点位是在45000美金。所以呢，在周线角度上看是一个多头趋势，仅仅是因为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假的上冲动作，然后回踩的时间级别不应超过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回踩结束之后，大概率会企稳于33000点这是对这轮行情对结构性震荡之后上冲回落回踩之后有一个缠绕，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只要当前行情当中这个收敛三角形依然能够维持住震荡的话那么日线级别重新酝酿出一个对于比特币来说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当中的悟空阳线、标志性的阳线还是有非常大机会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重点关注的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重要的交易对，在这个交易对当中，我们看到了一轮下跌西游，并且呢，这轮下跌西游它是一个大时间周期的是一个周线级别的。周线级别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缓跌过程形成下跌的缓跌下跌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趋势上发动变盘，形成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对于以太坊和比特币来说，容易发生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但是这个反弹的标志性的阳线迟迟没有出现。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只要不跌破新低的话，还有机会在日线到4小时级别上发动上涨西游。那么如果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发动
反弹动作当中的上涨吸油的话，我们将会看到以太坊的领涨行情。同时呢，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当中，我们看到以太坊始终处在一个高位震荡，形成了一个箱体结构，并且这个箱体结构呢是由缓跌过程当中的收敛三角形接近交点跌破之后，交点位形成了一个吸引力作用，完成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在$1800附近构成了筹码密集区。这个筹码密集区逐渐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震荡结构，围绕这个震荡结构后面的行情，我们认为仍然有机会做新的突破。如果突破能够得以继续形成周线级别上涨的话，目标点位是在$2200。那么最近行情当中有非常多的热点币种其中最热门的，我认为这轮行情当中是 Sushi 为代表的一个去中心化 DEX 交易所平台币的爆发。那 Sushi 呢引发了 UNI 和 Cake 的上涨板块轮动当中的币种轮动在这里发生。那么发生之后呢，重要关注的币种当然是 Sushi。那 Sushi 的结构呢，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回踩之后，它最终构成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日线级别上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八戒阳线高位震荡之后，上方有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在周线级别这个角度上看，本周是它的一个悟空周线级别的阳线。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对于这种领涨币种爆发式上涨之后，我们认为目标点位在$3附近，形成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重回它的一个牛市行情。那么这轮行情我们也看到了 Sushi 作为一个平台币 DEX 的平台币，本轮下跌最高幅度达到98%，极度下跌之后，下方形成了一个平台期。这个平台期呢，在$0.9附近跌破之后进入黄金坑，然后在黄金坑内迅速浮出水面。那么对于这个位置$1.2附近的这个位置，形成了符合江恩等位置4次法则的4次等位置波峰。所以呢，行情走到$1.2附近之后，非常容易发生突破，最终呢容易引发周线级别上涨。当然了，不喜欢追高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 UNI 和 Cake UNI 在这轮行情当中表现平平，但是 UNI 具备了一个成长类型币种的关键性因素。第一呢 ，UNI 在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平台币当中是绝对的龙头老大，大概85%以上的交易都在 Uniswap 上进行。但是 UNI 的价格始终处在$5.5下方的黄金坑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我们看到最近2个交易日受到资金一定的关照，底部成交量放大，上方有一定波动，但在日线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并且回踩之后，就有可能发动一波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那么我们看到 Sushi 已经突破了结构，脱离了黄金坑的位置，所以呢，下一步 UNI 对这个位置的突破是很大可能出现的。同样Cake 作为去中心化板块当中的平台币，目前也是远远的落后于前面行情当中形成的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呢，大概是在$3附近，而当前 Cake 的价格相对 UNI 来说更低。那么目前呢，仅仅是在一根阳线的突破之后，突破了1440均线和169均线，距离它上方黄金坑的坑顶的这个位置还有1倍空间。所以呢，对于 Cake 和 UNI 来说，都是可以重点关注的 DEX 平台币。那又到了我们的躺平炫富时间。目前我们的 AI 智能策略量化策略最高的盈利率已经达到惊人的25.46%，这是在跑了2个月之后的成果。我们的最大年化呢，目前是159.97%。那么这个仓位呢，是在11月1日3天前刚刚开跑的，目前已经盈利了接近1个百分点。我们的策略呢是1/10仓位5倍杠杆，你可以理解为0.5倍的现货。为什么我们不跑现货呢？原因是现货的手续费是合约的2倍，所以呢，在当前行情当中巨大的上涨之后的回落过程当中，我们仍然领跑于比特币，有了接近1%的近3天有了接近1%的盈利率。所以呢，目前我们的 AI 合约量化策略非常稳定，遥遥领先，再度领先。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